大家好，今天我们 Pi Network 的最新进展。在9月5日早上8点03分 ，Pi Network 的首页再次更新了。这次的更新重点放在了 KYC 身份验证方面。最新的算法已经发布，主要是为了改进系统中的计时器暂停功能。现在，遇到系统阻塞的情况下，计时器将更加准确地为先锋们暂停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中断。同时 ，Pi Network 还新增了一个功能，让大家可以报告他们遇到的困境。如果先锋在主网的清单流程中遇到卡住的情况，可以点击我需要帮助完成我的检查表这个按钮来获取帮助。同时，关于 KYC 和主网迁移的宽限期，我们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根据 Pi Network 在2024年 Pi Day 公告中的说明，从2024年7月1日开始， Pi Network 推出了6个月的 KYC 宽限期。这是一个滚动的6个月窗口，意思是每个先锋都有6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KYC 和主网迁移。在这6个月的宽限期内，大家必须在前3个月内提交 KYC 身份验证的申请，接下来在6个月内完成所有的迁移步骤，确保自己顺利进入主网。为了让这个过程更透明清晰， Pi Network 计划推出一个新的应用程序界面。这个新界面会首先在主网检查表上设置倒计时器，之后还会在主屏幕上出现横幅、弹出窗口等提醒大家这些重要的截止日期。不论是提交 KYC 申请还是完成主网迁移，这些功能都会帮助大家及时了解自己的进度，催促大家赶紧采取行动。特别是那些遇到阻碍的先锋，系统将进一步优化计时器的暂停功能，帮助大家顺利完成流程。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了主网检查表并成功迁移到主网的先锋来说，他们的计时器将不会再显示，因为宽限期的要求和截止日期对他们已经不再适用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已经完成了所有步骤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迈向了 Pi Network 的开放网络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想，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宽限期呢？其实 Pi Network 的 KYC 和主网迁移已经覆盖了大部分先锋。对于大多数先锋来说，在这6个月内完成 KYC 和迁移并不是太大的挑战。Pi Network 设计这个6个月的倒计时，是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有步骤，同时给那些遇到系统问题的先锋一些额外的灵活性。在网络层面， KYC 和迁移的成功将为 Pi Network 向开放网络的转变提供有力支持。这个宽限期政策的出台，不仅为先锋们争取了更多时间，也激励大家尽快行动，避免因拖延而错失良机。对于那些还没有完成 KYC 或主网迁移的先锋，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。毕竟，这一步将决定你能否保留自己辛苦开采的 Pi 币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一定关心，如果在宽限期内没能完成 KYC 和迁移会有什么后果？根据 Pi Network 的规定，如果先锋在前3个月内没有提交 KYC 申请，或者在6个月内没有完成迁移的所有步骤，他们将失去大部分之前开采的 Pi 币。唯一的例外是，在宽限期的最后6个月内开采的 Pi 币还会保留。例如，如果你在2024年7月1日到12月31日这段时间内没有完成所有步骤，你将失去你之前开采的大部分 Pi 币。但好消息是，最后6个月内开采的 Pi 币还是属于你的。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宽限期计时器，系统会根据你的进度来计算剩余时间。当然，如果你因为系统问题而卡住了，比如无法申请 KYC 过程中遇到延误，或者迁移过程中遇到系统阻塞，计时器将会暂停，给你更多时间来完成这些步骤。当你解决了这些问题，计时器会重新启动，给你足够的时间完成剩下的任务。对于那些还没有开始 KYC 流程的先锋，现在就是关键时刻了。你需要在2024年9月30日之前提交 KYC 申请，并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所有的主网迁移步骤。
如果你还没有申请 KYC， 请尽快去完成，因为 Pi Network 的未来发展和你的利益息息相关。如果你已经提交了 KYC 申请，但由于某些原因卡在了某个步骤，不要着急，系统会为你暂停倒计时，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解决问题。只要你尽快采取行动，最终你还是可以顺利完成 KYC 和主网迁移的。对于那些还没有下载 Pi Network 浏览器的朋友们，请尽快去下载。你可以在 iOS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上找到它。下载完成后，打开浏览器并进入 KYC 应用程序，按照提示完成申请。主网迁移的步骤都在 Mainnet 选项卡内的清单中列出，大家可以根据提示一步一步操作。现在大家可能会好奇，这个宽限期对于 Pi Network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宽限期并不会影响新成员的加入和挖矿，新成员依然可以像往常一样加入 Pi Network， 并且可以继续免费挖矿。但是新加入的先锋也必须在宽限期内完成 KYC 和迁移，才能确保他们的 Pi 币顺利进入主网。这不仅不会减缓 Pi Network 的发展速度，反而会提高网络的质量。所有加入 Pi Network 的人都是真实的、经过验证的先锋，只有这样，整个生态系统才能更加稳固和可靠。宽限期不仅是对先锋的激励，更是对 Pi Network 未来发展的保护。9月30日，第一次截止时间，大家尽量提醒那些不知道的人。提醒之后，他不理睬，那就不需要再提醒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。而人家不理睬，你还继续提醒，那就会消耗你的福报和气运，那就不必要。所以提醒一次就 OK。 第一次截止后，会有不少资产会回归大池，这些被销毁的人，他们给你提供的资产，那也会一直冻结。后期核心团队他们可能针对这一点进行优化。不过销毁的谥号里的资产，他给你提供的资产并不受影响，只不过他若一直不 KYC， 你也得不到他提供的算力得到的资产。当然，等着大势到来，人人都意识到的时候，这些离开的人就会回来，那么他们为你加成的自然就可以释放了。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于 Pi Network 和每一位先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不仅是倒计时，更是对每一个先锋的行动号召。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确保每个先锋都能顺利完成 KYC 和主网迁移，为 Pi Network 的未来贡献力量。最后，如果你还没有完成 KYC 或者还没有开始主网迁移流程，请尽快行动。这不仅是为了你自己的 Pi 币，也是为了 Pi Network 的整个社区发展。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，一起为 Pi Network 的未来贡献力量。